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气机强震，让泰国曼谷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。当当地民众惊慌失措、手足无措时，一群来自台湾的游客和台商却在危急时刻展现出惊人的冷静与专业。从及时疏散到紧急救援，从避难指导到灾后互助，这些台湾人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防灾意识。这场地震不仅改变了泰国人对台湾的认知，更让他们开始思考，为什么同样是亚洲国家，面对灾难时的应对能力却如此不同。曼谷素坤驿路上的暹罗百丽宫购物中心在午后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这座泰国首都最著名的商业地标之一，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今天是周末，商场里比平常更加热闹。一楼中庭正在举办泰国美食节，诱人的香气飘散在空气中，各个餐位前都排起了长队。来自台北的陈志明和太太站在一家泰式炒粉摊位前，耐心地等待着。这对夫妻俩经营着一家科技公司的泰国分公司，已经在曼谷生活了7年。这家店的炒粉是我们的最爱。陈太太笑着对旁边的韩国游客说，每次来暹罗百丽宫都一定要吃。她的泰语说得很流利，在曼谷的台商圈里，她是出了名的泰语通。就在这时，一阵轻微的晃动突然从地面传来。起初，大多数人都没在意，以为是地铁或工程车辆造成的震动。但陈志明的表情却瞬间变得严肃，他下意识地拉住太太的手，目光警觉地扫视四周。作为在台湾生活了30多年的人，他对这种震感再熟悉不过了。这不对劲！陈志明话音未落，震感突然急剧增强，整个商场开始剧烈摇晃，玻璃橱窗发出刺耳的震动声，头顶的吊灯剧烈摆动，地面的餐具叮当作响，人群中爆发出此起彼伏的尖叫声，恐慌开始在商场内蔓延。一些游客本能地往出口方向奔跑，有人跌倒在地，更多的人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。地震，大家不要慌！陈志明的声音突然在混乱中响起，他迅速站到人群中间，用泰语、英语和中文大声喊道：所有人原地蹲下，双手抱头，不要乱跑。他的声音镇定而有力，那种与生俱来的冷静感让周围的人不自觉地开始听从他的指示。陈太太也立即反应过来，她熟练地指挥着附近的食客躲到桌子底下，同时不忘安抚那些惊慌失措的孩子：不要害怕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在商场2楼的精品店里，来自高雄的导游林美玲正带着一团台湾游客购物。当感受到震动的第一时间，她就立即让所有团员远离玻璃橱窗，躲到承重柱旁边。各位跟着我的动作，双腿微曲，保持重心，不要惊慌。他一边示范一边说道：记住我们在台湾学过的防震要领。这时，商场的警报声响起，但大多数泰国员工似乎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一位年轻的柜姐吓得瘫坐在地上，眼泪不停地流。林美玲见状，一边安慰她，一边用简单的泰语告诉她该怎么保护自己。相信我，我们台湾人经历过很多次地震，知道怎么做最安全。震感持续了将近2分钟，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度秒如年的煎熬。当地面的晃动终于开始减弱时，商场里已经一片狼藉，但在台湾人所在的区域，人们都保持着相对有序的状态，没有出现严重的踩踏或受伤事件。各位请注意，现在地震暂时停止了，但可能还会有余震。陈志明站在人群中继续指挥，我们要有序撤离，不要挤，不要推，老人、孩子和行动不便的人优先。他的话被周围的人用各种语言转述着，逐渐在整个商场蔓延开来。陈太太和几位台湾游客迅速组织起临时的疏散小组，他们让人们排成单行，手拉着手，慢慢向安全出口移动。一位台商甚至脱下西装外套，铺在满是碎玻璃的地面上，让人们安全通过。不要坐电梯，走楼梯。林美玲用她响亮的导游嗓门喊着，同时用手势指引着方向。她的团员们也自发地分散开来，用英语和中文帮助着其他国家的游客。一位来自台中的退休老师更是主动照顾起几位受惊的泰国老人，搀扶着他们慢慢往外走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强烈的余震突然袭来，人群中又响起一阵惊叫。但这次在台湾人的引导下，大家都迅速蹲下身子，保持镇定，不要怕，这是正常的余震。陈志明继续安抚着周围的人，
保持这个姿势，等余震过去再走。商场外的空地上，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这里，一些人惊魂未定，还在颤抖，有的人在打电话联系亲人，更多的人则困惑地望着天空，似乎无法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。泰国虽然偶尔会有小地震，但这种强度的地震对曼谷来说简直闻所未闻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台湾人。一位泰国记者正用手机拍摄着现场，他的镜头对准了那些人在帮助他人的台湾游客，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如何应对地震。旁边一位外国游客点点头，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他们就像受过专业训练一样。随着事态逐渐平稳，更多关于台湾人在地震中表现的故事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。不仅是在暹罗百丽宫，在曼谷其他受灾地区，台湾人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。在素坤一路的一家5星级酒店里，一群参加商务会议的台湾企业家在地震发生时，立即组织起了临时指挥组。他们帮助酒店员工疏散客人，指导大家远离玻璃幕墙，甚至利用自己的商务会议材料制作了简易的防护装备。我们从小就接受地震演练，这些应对方法早已成为本能反应。台北商会的李志远在接受泰国媒体采访时说道，他的西装还沾着灰尘。刚才他带领团队帮助营救被困在电梯里的客人。在台湾，地震演练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从幼儿园开始，每个学期都要进行。一段来自酒店监控的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。当地震发生时，一位台湾商人正在大堂办理入住手续，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拉住了即将进入电梯的一家三口，同时用流利的英语提醒周围的人远离危险区域。这个视频在泰国社交媒体上获得了数百万的点击量，这就是教育的力量。泰国著名社会评论家帕塔玛在专栏文章中写道，台湾人展现出来的不仅是个人的冷静，更是一个社会长期积累的防灾文化。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，为什么同样是亚洲国家，面对灾难时的表现却如此不同。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，泰国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都在报道这次罕见的强震。但让人意外的是，除了地震本身，台湾人的表现成为了另一个热门话题。冷静的台湾人，一堂生动的防灾课。曼谷邮报用这样的标题报道了地震中的点点滴滴。文章详细描述了台湾游客和台商如何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，帮助他人避险。他们的举动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源于根深蒂固的防灾意识。文章这样评价道，在社交媒体上，一段段视频记录下了台湾人的镇定表现。有人在商场里组织疏散，有人在街头指引路人远离高楼，还有人用简单的英语和泰语向外国游客解释余震的概念。这些画面引发了泰国网民的热烈讨论。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冷静？一位泰国网友的提问获得了数万点赞。很快，一位在台湾留学的泰国学生在评论中解释道，在台湾，防灾教育从小就开始。每个学校都定期举行地震演习，每个家庭都备有应急包。这不仅是知识的传授，更是一种文化的培养。泰国国家防灾减灾委员会的主任在记者会上表示，这次事件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。我们必须承认，在防灾意识的培养上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台湾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。地震过后的几天里，泰国社会掀起了一场关于防灾教育的大讨论。一些泰国学校甚至开始主动联系台湾学校，希望建立交流机制，学习防灾教育的经验。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。在曼谷举行的一场防灾研讨会上，来自台北的地震专家张教授这样说道，他的演讲厅座无虚席，很多人甚至站在过道里认真听讲。台湾的防灾教育强调的是全民参与，从幼儿园到养老院，从学校到企业，每个人都是防灾体系中的一份子。在会场外，陈志明正在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。这位在地震中表现出色的台商已经成了泰国媒体追逐的对象。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，他谦虚地说，在台湾，这些都是基本常识，比如地震时不要慌乱奔跑，要远离玻璃幕墙，要注意余震，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就烂熟于心的。一位泰国记者追问道，但为什么你们能在危急时刻保持如此冷静？陈志明思考了一下，回答，可能是因为我们经历过太多次地震演练，这些应对方式已经变成了肌肉记忆。
就像开车时遇到紧急情况会本能的踩刹车一样，这是一种条件反射。这场地震在泰国社会引发的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。泰国教育部宣布将把防灾教育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，并表示将派遣教育代表团访问台湾，学习防灾教育的具体实施方案。这次地震虽然造成了一定损失，但也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。泰国教育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台湾用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了完善的防灾体系，这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，更重要的是全民的防灾意识。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在曼谷的街头，一些商场和公共场所开始张贴地震避难指南，很多是参考了台湾的防灾手册。暹罗百丽宫的大堂里，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防灾教育展区，展示着地震中台湾人临危不乱的照片和视频。这不仅是一次自然灾害，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。帕塔玛在他的专栏最新文章中写道，台湾人用行动向我们证明，面对灾难，教育和准备才是最好的应对方式。这种冷静与专业，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通过长期的培养和训练形成的。这正是我们泰国社会需要认真思考和学习的。这场地震过去了，但它带来的影响却远未结束。在泰国的大街小巷，人们开始认真对待防灾演习，学校里的孩子们开始学习基本的地震应对知识，而那些在地震中展现出专业素养的台湾人，也让泰国社会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台湾，不是靠武力，而是用专业和素养赢得尊重的台湾。正如一位泰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，感谢台湾朋友在危难时刻的帮助，你们不仅救助了我们的同胞，更教会了我们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。这份情谊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有更多关于台湾的美好故事，请记得评论区留言，一起传递给所有热爱台湾的观众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